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酒店常见错误。小美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你快说说看。就是酒店里有些东西常常让人搞错。哦，你指的是什么？我不太明白。我一个朋友上次住酒店犯了个错。他犯了什么错？我真的很好奇。他以为房里的小零食都是免费的。哈哈，这真的会搞错，太有趣了。对啊，结果结账时多付了一笔钱。哇，他一定很尴尬吧？没想到会这样。是啊，他当时脸都红了。你遇到过吗？我也差点，有次拿了冰箱里的饮料喝。然后呢？也以为是送的吗？对呀，后来才看到价目表，赶紧放回去。哈哈，幸好你发现的早，不然就麻烦了。是啊，所以说酒店的免费很迷惑人。没错，还有些酒店会放2瓶水。对，一瓶免费，另一瓶收费。这个区分真的很难看清楚。是的，很多人都会直接拿来喝掉。等到退房时，才发现要额外给钱。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问题。除了吃的喝的，你还觉得有什么？我觉得酒店的早餐时间也容易错。哦，这个很常见，尤其是去旅行时。对呀，有时候睡过头就没得吃了。或者搞不清早餐到底在哪里吃。是的，服务员的指示也可能不清楚。还有房卡，我老是把它弄消磁了。啊，这个我也经历过好几次呢。每次都要跑去前台重新刷一下。挺浪费时间的，而且有点不好意思。感觉自己像个问题客人。哈哈哈，大明你说的太对了。那你有没有把酒店东西带走的经历？比如说毛巾或者浴袍吗？对，就是这些不该拿走的物品。我从来没有，但听别人说过有这种事。那个也会导致退房时多收费。真是让人头疼，这些小细节。还有，酒店的设施怎么用也容易错。比如健身房，开放时间可能有限制。是的，或者泳池需要提前预约。不了解清楚，就会白跑一趟呢。很多时候，说明书又都是外文的。对外国人来说，理解就更难了。所以说，住酒店真的要多注意。是的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吗？以后我们住酒店要更细心了。是啊，退房时间常常会出错。稍微晚一点就超时间了。那样的话，酒店会额外收费。有时会忘记问清楚时间。对，办理入住还有预授权呢。啊，那笔押金常常被冻结。是的，有时候好几天才解冻。这真的会影响旅行计划呢。对，语言沟通不清楚更麻烦。比如你用英文问，他们听不懂。哦，我上次在国外就遇到过。真的吗？具体怎么回事？我问空调怎么调，说半天。然后呢？他们理解错了。
他们以为我要换房间呢。哈哈，这误会也太大了。后来我只好用手比划了。肢体语言是万能的哦。看来酒店中文真的要多练。是啊，尤其是酒店服务常用语。比如打扫房间怎么说？请打扫一下，或者挂上牌子。那免打扰又该怎么说？就是请勿打扰的牌子。大家觉得哪个更常用？我觉得请勿打扰更正式。但口语里可能直接说不要打扰，这样更容易被理解呢。是的，简单明了最重要。对，还有酒店的早餐时间呢。是的，千万别错过了饭点。中国人喜欢早上喝粥，还有豆浆油条，很地道。这是很多酒店都会提供的。第一次看到会觉得很新奇。跟西方早餐很不一样哦。入乡随俗，我们一定要尝尝看。也是一种文化体验。有些人会自带泡面去酒店。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因为觉得酒店的饭贵。哈哈，这倒是一个真实原因。但这样也会引起一些麻烦。比如房间里有异味吗？对，而且清理起来很费劲。甚至可能烫坏家具吧。还有入住时登记的问题。啊，我上次差点忘了带证件。这可就大麻烦了，进不去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一个更复杂的。哦，是什么呢？快说说看。就是关于酒店房间里的小细节。小细节？你是说那些备品吗？对，特别是迷你吧的东西。啊，我猜到你要说什么了。有些人会不看价格就拿来用，然后退房时才发现要额外收费。是啊，以为都是免费提供的。这在中西方确实有差异。很多国家迷你吧不收费。所以到了中国酒店就想当然了。对，这是个文化习惯的问题。酒店一般会贴个价格表，但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注意。甚至有人拿走浴袍和拖鞋。哈哈，那个可不是送你的。对，那是酒店的固定财产。我朋友真做过这种事，很尴尬。真的吗？最后怎么解决的？他后来补交了钱才退房成功。哎呀，这种粗心大意真麻烦。所以入住要看清须知，尤其要留意免费和收费。对，这两个词很重要，要分清。你觉得酒店的提示够明显吗？我觉得可以更醒目一点。比如用不同的颜色标注。或者直接用图片提示。这样大家就不会搞错了。说到这，我想到环保问题了。酒店现在都不主动放一次性用品了。对，牙刷、梳子都要问前台要。这是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。第一次住的时候还挺不习惯的。我也是，差点没法刷牙。哈哈，要养成自带习惯才行。还有入住后的隔音问题。啊，
这个确实容易引起投诉。有些人会在房间里大声喧哗，影响到邻居休息就麻烦了。我上次就遇到一对情侣吵架。哇，那得多尴尬，影响别人。是啊，直接投诉到前台了。所以入住酒店也要讲文明，保持安静是基本礼仪。这都是些容易犯的错误。还有一种情况更考验人。哦，是什么呢？你快告诉我。哦，是什么呢？你快告诉我。有些人会把酒店东西带回家。啊？你是指那些赠品吗？不仅仅是赠品，还有其他。比如浴袍和杯子那种吗？对，觉得反正都付过钱了。哇，这可就有点过分了。酒店也有规定哪些能带走。哪些呢？我每次都分不清。一般牙刷、香皂是免费的。哦，那毛巾和拖鞋又如何？拖鞋通常可以，毛巾不行。我有个朋友带走了咖啡杯。真的吗？那应该被收费了。他说没有，就放行李里了。哎呀，这属于偷偷拿走的。他觉得那些很精致，很喜欢。这可不是超市，要付费的。我懂了，下次要看清楚说明。还有人会把迷你吧喝光，然后结账时才发现很贵。是啊，以为是免费赠送的。这种误解真的挺常见的。你们觉得这些小物件真值钱吗？有些定价确实让人吃惊。酒店成本当然也高一些。但我觉得透明度很重要。没错，标注清楚就没争议。否则客人会觉得被欺骗。这就牵扯到信任问题了。很多文化都看重诚信。中国人很讲究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能贪小便宜。对，不能只想着占便宜。这种观念从小就教育的。还有一种错误也挺普遍。又是什么？快说说看。就是发现房间有损坏不报。这确实容易被忽略。等退房时被发现了，要赔偿。那就说不清楚是谁弄坏的。我上次就遇到马桶有点堵。你没立刻通知前台吗？当时觉得小问题，没在意。结果呢？影响你使用了吧？是啊，后来越来越严重了。这种事必须第一时间告知，不然责任就难分清了。所以入住要细心检查一遍。对，拍个照留底也挺好。这样也能避免一些纠纷。还有些更复杂的赔偿问题。比如什么情况会更复杂呢？我朋友遇到贵重物品丢失。哇，那酒店责任怎么算？报警后，酒店会协助调查。这就涉及隐私和信任了。所以最好自己保管好物品。贵重物品放保险箱更安心。是啊，安全意识非常重要。很多酒店都有保险箱服务，但也有人忘了用，结果后悔。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吗？还有就是
乱动酒店迷你吧。啊，那不是可以随便拿吗？除非写着免费，不然都要钱。哈哈哈，我差点就犯错了。很多人以为是送的，直接吃。等结账时，发现账单太惊人。有些饮料比外面贵好几倍。真的要看清价目表才行啊。对，这个免费很重要呢。很多酒店会写免费赠饮，没写就别碰，是默认的规则。所以中文的赠字很关键。赠就是送的意思，不花钱。跟付是相反的汉字。如果搞混，可能就多花了钱。你有没有看错免费标识呢？我有次把付费零食当赠品，结果呢？被服务员提醒了。哈哈哈，幸好我朋友看到了。他是怎么提醒你的呢？他直接说这个要付钱的。直白最好，能避免误会。对啊，文化里讲究明码标价。但有些潜规则也很常见，比如酒店退房时间就是它。除非你提前申请延迟退房，不然超过12点就加收费用。很多人都容易忘记这个点。对，而且不是每个酒店都能延。是啊，有时要看房间空余情况。有些人会假装没听到退房提示，想多待会儿，结果反而被罚。这种小聪明反而吃大亏呢。诚信和规则意识真的很重要。还有些人会私自带走酒店物品，比如毛巾或者咖啡壶吗？不只是这些，甚至更夸张的。哇，那我们就下次再细聊吧。是啊，有些事儿确实很夸张。但大家要记住，诚信是根本。对，酒店的物品不能随便拿。咱们要尊重酒店的规定才行。还有，退房前别忘了检查。对，看看有没有落下东西。充电器、钥匙很容易忘。我就常常忘掉自己的东西。每次都要跑回去找，很麻烦。所以仔细检查真的很重要。另外，节约也是好习惯。比如，不要浪费水和电力。随手关灯，节约用水。酒店资源也是要珍惜的。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。对，做一个有素质的住客。住酒店，小细节很重要。很多错误都是不注意造成。是啊，还有别打扰到别人。比如晚上不要大声喧哗，特别是在走廊和房间里。会影响其他客人的休息。保持安静是基本礼貌。遇到问题也要及时沟通。不要自己解决，乱操作。比如空调坏了，找服务员。对，这样酒店也能帮忙。这些都是住酒店的常识。了解这些能避免很多错，也能让入住体验更舒服。今天聊了很多常见错误，真是收获满满的一期呢。对啊，从细节到大原则。我觉得最重要是互相理解。还有就是要有规则意识。没错，
这在住店时特别管用。让每个人都住得更愉快。遵守规定就是方便自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那么大家有没有住店趣事？或者踩过哪些小坑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别的话题，比如外出就餐的点餐技巧，还有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。哈哈，那一定会很有趣。希望大家住酒店都开心顺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